2008年有发生了次级房贷危机，那个时候呢0056一年之内下跌了 48%，是非常的多。那之后呢，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暴涨，到2010年2年的时间内呢成长了 100%。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0056的除息攻略。那0056呢即将在今年的10月19号配息，然后呢预估呢要配发 2.1 块钱的股息，股息的殖利率高达了 8.1%。那到底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买进0056这档 ETF 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呢，我今天会跟你分享3个重点，让你去评估你到底适不适合投资0056。好啦，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档 ETF 0056，它的名称叫做元大台湾高股息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高股息指数。那它的上市日期的话呢，是在2007年的12月26号。好，那距今的话呢，已经大概有15年的时间咯。然后呢，它的发行价格是在25元。那它经理费的话呢，现在是 0.3%， 那保管费的部分的话呢是 0.035%。那它的总费用的部分的话呢，在2021年是来到了 0.74%。好，那 0.74% 呢，在台股的 ETF 当中其实没有到非常的低哦。好，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档股票。好，那它的成分股调整的话呢，是在每年的6月跟12月份会进行调整。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在每年的10月份会进行配息。它前10大成分股的话呢，占比大概是 48.5%。那分别有广达、光宝科、联咏、华硕、阳明、亚尼、和硕、联电、联发科跟台泥的部分。好，那它产业分布的部分的话呢，资讯技术类的话呢，高达了 70.72%。那原材料的部分的话呢，是 14.28%。那工业的部分的话呢，是 9%。那剩下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现金还有房地产的部分。好，那基本介绍就到这边。好，那元大投信呢，它在10月3号呢宣布，这次0056它预估每股要配发 2.1 块钱的股息。那在我拍片的当下，今天是10月12号，它的股价呢是 25.82 块。那换算起来的话呢，它的现金殖利率是高达了 8.1%。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参与这次0056的除权息呢？好，以下我会分成3个部分跟你分析。好，那投资的话呢是没有后悔的药。好，你可以评估之后呢，再决定你要不要参加这次0056的除权息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股息的多寡跟填息的天数。好，首先你心里应该会有一个疑问，0056它这次配发 2.1 块钱的股息，现金殖利率高达 8.1%。会不会非常的难以填息？一次就差了这么的多毕竟除息之后它股价会直接下跌大概8% 左右，那会不会非常的难以填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历年0056的除息的金额跟它的填息的天数到底有没有相关性。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配息金额比较高的像是2011年它的配息金额来到了 2.2 元，它的现金殖利率呢来到了 8.5%。但是呢，它的填息天数有非常的高吗？也还好只有76天。那2009年的话呢，它配息金额是多少？是2块钱。那它的殖利率是多少？是 10.3%。它填息天数的话呢，也只有51天。那2013年的话呢，它配息金额比较少只有 0.85 块，而且它的殖利率呢是 3.6%。但是呢，它的填息天数竟然高达116天。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0056这档 ETF 它的配息的金额跟它的殖利率相对于它的填息天数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完全的正相关，没有发生那一种配息比较多，然后呢就比较难填息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疑问，你可能会想说，那大概要多久0056才可以填息啊？这时我们就来看一下0056，它从2007年上市到2022年现在，它每一个月的绩效的表现大概是怎样？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端倪。因为我们可以想想看嘛，如果你配息之后呢，它下个月的股票的绩效非常的差的话，那是不是就非常的难以填息，甚至可能会赔了价差嘛？但是呢，如果它下个月它的绩效普遍来讲都是非常的好的话，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填息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过去的这每个月的绩效。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虽然过去不能代表未来，但是呢总是非常惊人的相似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这个表格的话呢是0056它每月的绩效表现。你可以发现在这12个月当中只有9月份跟10月份它的跌的次数
比涨的次数还要多。你可以看到9月份的话呢，它下跌的次数高达了 53%哈。那10月份的部分的话呢，大概是 86%。好，那统计到现在的话呢，你可以发现10月份的部分的话呢，总共经历了14次，那平均呢上涨的次数有2次，下跌的次数的话呢有12次。那统计结果的话呢，大概有 86% 的几率的话呢，在10月份是下跌的。那平均的跌幅的话呢，是来到了 4.9% 这么高。那为什么10月份它会跌幅这么多呢？主要就是0056它会在10月份的时候呢开始除息所以说呢，它10月份的绩效啊，通常都比较不会那么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它总共有2次上涨的次数，那2次呢分别是在2015年跟2010年分别上涨了 2.9% 跟 4% 的部分。到底为什么这2年0056可以涨这么多？首先2010年它上涨的主因主要就是因为2008年有发生了次级房贷危机那个时候呢0056一年之内下跌了 48%是非常的多。那之后呢，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暴涨到2010年从 13.4 块呢涨到了 27.8 块2年的时间内呢成长了 100%。 2015年它上半年的时候全球是发生了股灾啦那台股跟美股大概都下跌了10%到 20%那直到年底的话呢才开始反弹。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0056在过去15年的历史当中10月份要有好的绩效，那主要就是因为它过去已经跌得非常的多，它10月份才有可能会出现较好的绩效好，那11月份的部分的话呢，它上涨的几率大概是 57%那14个月当中呢，有8个月是上涨6个月是下降。那它的平均的报酬率的话呢是 0%意思也就是说你11月份的话呢，几乎就是不会填息啦。好，那12月份的话呢，它上涨几率就非常的高来到了 87%平均呢15个月当中呢，有13个月份在12月份的时候呢是上涨的。那12月份它的平均的涨幅呢是来到了 2.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2月份它总共有下跌2次那分别是在2016年跟2018年。那2018年的话呢是下跌来到了 2.1%。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2018年是美联储开始升息还有缩表进行紧缩货币政策的那一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蓝色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那红色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你可以发现在2018年这一年当中呢，美联储它是持续的升息，然后呢资产负债表也持续的减缩，那就会导致0056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0056在2018年的12月份就绩效表现就是没有这么的优异好，那我们今年呢其实跟2018年非常的接近甚至比2018年还要紧缩货币政策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一边今年基准利率的调升的幅度比2018年还要强非常的多，而且呢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是持续的缩减。所以如果今年美联储到年底之前还是一样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的话呢，那0056大概会重演2018年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从刚刚其实已经知道了在12月份的话呢，0056它上涨的几率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今年又跟2018年非常的接近，所以呢到底能不能填息呢，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季度绩效的部分你可以发现只要你挺过每一年的10到12月份，也就是第4季度的部分，你只要来到了隔年的第1季度，它基本上上涨的几率是高达了 73%， 然后它平均的涨跌幅的话呢是高达了 3.4% 的正涨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0056赚股息的话，那你至少也要持有到明年的第1季度以后你才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去填息好，那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0056它的配息跟它的填息的天数其实是没有正相关的。那再来就是0056它除息之后呢，它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填息？如果我们用历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它大概要等到明年的第1季度才比较有机会填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第2个部分，也就是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好，0056呢它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虽然说呢它在10月3号它预估配发每一股是 2.1 块钱的现金股息，但是呢因为0056它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所以呢它的股息是可能会被稀释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的话呢是来自元大投信的官网，你可以发现0056它的发行受益权单位总数也就是它的在外流通股数在10月3号的时候呢是56亿1503万
好，然后到10月12号的时候呢，来到了60亿8753万，短短的这几天啊，它的在外流通股数啊暴增将近8%。如果呢，元大投信它一开始公布每股配发2.1块钱的股息，它没有预留一些现金的话呢，其实啊，它的股息已经被稀释了将近8%了哦。那至于会被稀释多少呢？我们还是要看它10月17号公布实际的配发金额，我们才可以知道这次0056它到底会配发多少的股息。那可能就是你真实领到的股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多哦。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要注意你是否要缴交2代健保的补充费。那0056的话呢，有些人会进行长期的持有，他就不会管它的涨跌幅，也不会管它的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有非常多张0056的话呢，你是非常的有机会缴交2代健保的补充费。如果你的张数非常的多，像2代健保的补充费，它就有讲到说，单笔股息收入如果超过2万元，然后呢未达1000万的话呢，你就要缴交 2.11% 的2代健保补充费。所以如果你的张数真的非常的多，那你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假设这次0056呢，它的配息真的是一张配发 2.1块，也就是2100块钱，全部都是股利以及盈余所得的话呢，那你只要超过10张的0056，你就要缴交2代健保补充费了，那大概要缴交400多块钱啊。但是呢，0056它的 2.1块钱的配息也不可能全部都是股利以及盈余所得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费用，好像是国内财产交易所得，还有资本公积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的话呢，是不用缴交2代健保补充费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年0056它的配息当中有多少比例的部分是属于股利以及盈余所得。股利以及盈余所得的话呢，它就是要缴交2代健保的补充费。好，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到，从2018年到2021年他们的配息当中需要缴交2代健保补充费的，也就是股利和盈余所得，他们的比例是不一定的。好，那2018年的话呢，大概只有 25%，2019年 47%，2020年呢高达了 52%， 那2021年的话呢也只有 37%。所以说呢，它的股利或盈余所得占那个配息的比例是没有固定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是在2021年你的配息中呢，股利占比是高达 37% 的时候，也就是你 1.8 块当中呢，有 0.66 块钱是股利，也就是你每一张0056它领的股息当中呢，有666块是来自于股利或盈余所得。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要缴交2代健保补充费。这样计算起来的话呢，你只要有31张的0056在2021年的话呢，你就需要缴交2代健保的补充费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投资0056的话呢，你一定要注意的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配息以及填息天数，第二个重点就是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第三个重点就是2代健保的补充费。好，那你觉得这3个重点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最大？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那10月份的话呢，其实不只有0056在除息的，还有其他7档的 ETF 也要除息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是哪7档的 ETF 也要一起除息的话呢，你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连结。好，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这7档 ETF， 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下方留言栏免费的去领取2022年纯台股 ETF 的股息行事历。好，那我相信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好，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的需要你的支持。那我是不随黑色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的张数非常的多，你是有机会缴到你是有机会缴交